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7月24号，星期一，新的一周啊。这周是比较忙碌的一周。上个周期的训练是有些辛苦的，今天是我的第一个训练日，昨天休息了一天。上个周期的4个训练日跑了2个很有强度的5公里和1个1公里的冲刺，第1天和第4天。然后这个周期的计划就是一定要慢，要轻松跑，因为这周的强度课就是周3，是我的第3个训练日。然后明天晚上还有个事情，明天晚上可能要晚些休息，所以今天跟明天要慢慢来。家主也说这周6再去，争取能够完成。他也没有明确的关门时间。这周还去。这 Park Run 还是挺有意思的，我看了看，亚洲国家好像只有日本和新加坡，然后澳大利亚、新西兰都有，欧洲国家有的比较多。那天那位荷兰的朋友还关注了我的 Strava， 今天早晨我看到昨天晚上给我发的评论，小伙写的自己的最好成绩5公里好像16分多还是17分多呢，挺厉害的。但是他没有跑过全马，半马是1小时20多。你们看他的体型也能看出来，跑短的比较占优势。所以马拉松真的是要控制体重的，不是说他胖，就是肌肉型的人也不太合适。马拉松就是拼消耗。今天一会儿跟大家简单聊2句那天的那个活动，之后咱们聊大满贯的赛事，因为眼看着就要开始了，有的要开始报名了，有的要开始比赛了，有的开始不停的官宣各种新闻，是不是？行，那咱一会儿聊啊，加油干！那天有一个小伙伴说周1、周2在大阪旅行，想偶遇。我回您的是大概14公里左右，我到大阪城，现在13公里多，看看能不能偶遇啊。先简单说2句那天的比赛。那天比赛是这样，一开始跟老哥说了我是在一起跑，然后第2圈呢，那个荷兰小伙伴他迟到了，迷路了，他不是在那儿生活的，来这儿出差，说就3天。然后第2圈快到的时候，第1圈快到的时候，老哥说加速，加了点速，然后那个小伙就上来了，问我能不能一起跑。我一看那装束，我觉得应该是短程挺快的。然后后边那个到后来的第1名也是在一直跟我保持一个节奏，然后看了一眼老哥，然后我看老哥没有要加速的意思，我们就往前了。绝对速度这个事情真的没办法。那个小伙后来聊了2句，29岁，全程马拉松好像是2小时30多，好像是，可能没记对啊。就是你让我完全不累跑一个100米，甚至跑一个50米，我也跑不进3分钟配速，真的跑不进。就是绝对速度这个上限是很难突破的。基本上如果您不是特有天赋或者没有童子功，我认为普通人可能3分10真的是个差不多的天花板了。让你放开了冲也不一定行，就是不是能量的问题，这绝对速度不是能量的问题。然后 Park Run 是个世界形式的组织，有小伙伴说是在英国起源的，好多国家都有。然后你注册一个你的号码，然后全球都可以参加，不用报名，没有报名费，什么都不需要，去就行了。就是每周6有好多公园，然后他们还
会给你拍照，会发照片，然后成绩都有记录，都可以看到，包括你历史的成绩，还有这个公园的历史的成绩，年龄组的都有。行，进主题啊，咱们说说大满贯，因为下个月8月份就是东京马拉松开始报名了。像东京这种报名就比较的和其他机场不一样，它是先报慈善，慈善已经结束了，而且这种慈善官方的慈善啊，大多数都是他不会承诺你捐了多少钱就肯定给你名额，就是你捐多少你都随意，但是它一般有一个底线。然后之后有的是抽选，有的是可能看金额排名，不知道。就其他的美国的一些比赛也是这样，并不是说你捐了钱就肯定有，也有肯定有的，就是分两种吧。看这个慈善组织，有的慈善组织就是说我给你一个数，你也不要自由发挥，你给我这个钱我就给你名额。前2天东京的慈善名额出结果的，然后之后紧接着是直通的报名，它要求比较多的就是你也符合一系列比赛的要求，还得在日本陆上竞技会登录什么的。我虽然是都登录了，但是成绩达不到2小时32，而且是有名额限制的，就像波士顿似的，你不是进了2小时32就行。之后是8月14号还是10几号开始普通人抽签报名。现在东京真的是一票难求了，因为有这么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中日比较近，好多国内小伙伴要来。第二是日本马拉松在日本真的是太火爆了，就是当地报名的人也多，而且当地它还有一些其他的组织能有名额，就占掉一部分。然后最有意思的是大满贯，因为很多西方人，就是完成大满贯的绝大多数还是西方人，这个我们要承认。然后对他们来说，一般东京都是最后一场，因为太远了，而且呢，对他们来说，确实文化的冲击太大了，好些东西自己搞不定。这就是我想说，就是你一个城市一场马拉松，现在很多人在说竞争第7大，对吧？它不是单单的这一场比赛42.195公里的事儿，它有好多东西。我想屏幕前好多小伙伴也来日本旅游过，像这边像大阪城机场地铁什么的，很多地方包括语音报站，好多都是中日韩英了4国语言。就这样，今年的东京马拉松，很多老外在社交媒体上，在 Facebook 上抱怨，就各种的搞不定不适应，因为逻辑不一样。逻辑这个东西没有对错，只有习惯。那其实竞争第7大的城市的小伙伴可以想想，如果您完全的语言不通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就办了签证，买了机票来了以后，能不能开心的完成这一次马拉松旅行？现在东京马拉松的报名比我当年第一次参加的时候要好多了，就英文都可以说得很明白。参加国外的马拉松，我觉得小伙伴们准备好几个事儿。第一个就是对学生或者刚开始上班的人确实是不友好的，因为所有这几场或者说您所有能去的马拉松的地方都要办签证，它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要求。还有就是有的小伙伴办签证比较麻烦，比方说你要去到省会或者怎么样，我那时候是真的挺简单的。所有基本上能去玩的国家，不管是使馆还是签证中心，都在我家方圆3公里以内，那真的是挺方便的。但是办签证这事儿，反正我那个时候除了日本是3年的，其他都是单次的啊。美国是10年的，因为它只有这一个档。现在看好像申根的也都是可以办长期的了，长期多次的了。然后英国的签证还是要单独办。但是基本上只要您就是您都能去国外跑马拉松了，
那肯定您的能力是能办下来的，无非就是麻烦一点而已。所以如果您现在还是学生，或者是有一些其他原因的，可能就是会有遗憾。而且大部分时候是要先报名缴费，然后您才规划行程办签证，对吧？因为这些比赛都是提前1年、提前半年就报名了，就确定名额了，就要交钱。怎么开始打卡呢？我的建议先从东京和柏林开始，因为第一是相对近，第二是玩一玩也不错，像日本很适合旅游的。然后柏林呢，我觉得感受是不一样的。柏林马拉松最后快结束的时候，你会跑过波茨坦广场，哇，那个感觉是就你去玩都体会不到的。然后快到终点之前，你会穿过勃兰登堡门。然后一般您去跑马拉松肯定都住在起终点那儿，它起终点在一起还比较舒服。然后不远处就是各种的历史的纪念的地方，都可以去看看。而且签证也容易，而且便宜，主要这2个地儿是这6场里最便宜的2个地儿了。无论是报名还是当地游玩的钱。像你要是来东京的话，可能现在比大阪贵一些，但是也还不错。而且很多小伙伴应该都已经来过这边玩，或者看过太多的攻略了。柏林呢，你要是说旅行来说，价格还很可以的，不贵的。旅行看什么呢？看看吃饭贵不贵，交通贵不贵。欧洲交通是要比日本便宜好多的。吃饭的话没有日本便宜，也没有北京便宜，但是不会太贵。关键是跑完比赛喝个啤酒多好，是吧？之后的安排，我就建议说，您可以找一场美国的比赛，把签证办下来，或者您有签证，规划一下时间。美国的比赛比较麻烦，就是你可能要分至少2年完成，因为芝加哥和纽约离得太近了，时间回来一趟吧，觉得连续2个月、3个月去2次，对吧？你要待在那儿呢，你也待也没办法，你有工作嘛。而且生活成本太高了，现在美国东海岸的物价涨得已经跟2019年是完全2个地方了。波士顿是在4月份，这个单独一趟，但是前提是还是得 BQ， 如果 BQ 不了的话，除非您很有钱。所以还是小伙伴们，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只争朝夕。BQ 是一个您只要努力并且熬时间就能拿下的事情，不用太担心。我觉得波士顿放在最后一场特别有仪式感，特别有仪式感。东京大家可以报名抽签一下，因为他好像反正我那年是就是你抽中以后才选择缴不缴费。像美国的几场比赛，就是你参加抽签的时候啊，包括柏林也是，你就要填信用卡信息，就是不给你不缴费的机会，就是你中了就会收到扣钱的短信的。不过还是那样，东京基本上都是外国西方国家的旅行团来打卡最后一场的，名额占的会特别多，留给最后抽签的名额不多的。这几天跟大家闲聊聊这些马拉松赛场上有意思的事儿。眼看着东京开始报名，然后就是柏林、芝加哥的比赛，之后就是纽约的比赛，然后明年东京的比赛，明年波士顿的比赛，然后就又是1年过去了。
时光太快了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，真热。像这边公园里，我跑了这么多次，我都没发现。跟老哥跑才发现，那是有一个饮水处的，可以直接在这儿补水，水壶空了也没事儿，就这儿。看，这可以直接喝的，然后底下这龙头就可以补水。我身上还有水。行，那咱一会儿训练结束再聊了啊！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7月24号星期一清晨7点10分，训练结束啊。第一个训练日还是匀速跑一个半程马拉松，1小时44，4分57的平均配速，就压一压速度。前2天要轻松跑，平均功率198，心率139，步频195。那天的5公里比赛，小伙伴们也说步频是略微有所改善，但是其实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什么，就是跑得多了，心里稍微的想一想，其实增大步幅的根本大家都知道，比方髋关节的力量、灵活性、抬腿、后蹬这些，但是这些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。像我一开始说这个，你说让你完全在没有体力消耗的情况下去冲一个100米。你也冲不过那天那小伙最后的那200米的加速，它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推进比的问题，就能量不是问题。你给你再多的能量，你也跑不了那么快了，对吧？你也在你的这体重下，所以马拉松其实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，太重了不行，太轻了不行，有肌肉太多不行，没有也不行，所以有时候会较真儿。今天跟大家闲聊马拉松的事儿，因为很快东京就要报名了。东京是这几场里报名周期和给你准备周期，我认为是最短的一场了。你看8月份报名，第2年2月底3月初就比赛了。另外那几场都是基本上给你有1年的时间去确定行程，所以大家就准备，可以看看报名的攻略，反正也不用着急，都是抽签，也不是先到先得，对不对？然后抽中了来玩一玩。如果明年我还跑东京的话，应该可能性不大了啊。明年就算还要跑日本的比赛，可能会跑大阪的比赛，或者说还想跑一次无锡，行吧。那今天跟大家闲聊，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这2天都轻松跑。咱们努力下训，天气真的挺热的，加油干，咱们明儿见。